大家好，我是威廉。这期节目啊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跟以往平时不太一样。我是选择在外边啊，本来是打算直播的，然后刚才看了一下这个，不一定效果那么好啊，所以的话就没有选择直播。我觉得还是录播吧，因为环境比较嘈杂，直播的话不一定效果很好。今天想跟大家谈的一个内容，一个话题啊，是关于谷爱凌的事件啊。可以看一下我在吃早餐啊，跟大家也看一下我的早餐。这个是一个 set 啊，还有这边有面包啊，还有面包。总体来说还是不错了。好，昨天发了个视频，是关于谷爱凌的啊，谷爱凌事件。我为什么说中国人应该要移民啊？从谷爱凌的事件，然后没想到这个我的短视频呢发了大概有20期吧，然后这个视频呢是在这20期里边，观看数量在这么几个小时之内啊，观看数量最多的，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对这个谷爱凌是非常感兴趣的。那么我的节目呢是一个，我的节目是关于移民的频道，所以我不想聊这些政治的事情。Thank you， 不想聊这些关于政治的事情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啊。我们只是就移民的这个事情而论啊，就移民的事情就事论事啊。谷爱凌呢，这个事件我大概了解了一下，就她妈妈呢，在很早的以前去移民到美国，然后跟一个美国人生了谷爱凌，她是一个中美的混血啊。然后她从小也是在美国接受教育，获得了非常好的教育，也是名校毕业，然后从事这个滑雪的项目。在2019年的时候呢，她加入了中国的国籍啊，然后在奥运会上啊，为中国队取得了金牌啊，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啊。但这个事实为什么会造成这样轩然大波呢？有几点啊，第一个就是大家在舆论上面确实都比较闲啊，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啊，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讨论啊，可能只能讨论这些事情啊，比较安全啊。另外就是因为中国是一个不承认双重国籍的一个国家啊，所以这一点的话就有争议啊，他就可能会很多人会 question 啊，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子啊，我们不可以或者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些事情我们先不谈啊，法无禁止即可为，这个是我的观点啊，只要它符合法律啊，不违背法律啊，在合法的框架下，它都是可以做的啊。相信有关部门啊，最后会给出一个解释啊，不管是怎么样的解释啊。那我们仅仅说从移民角度来说，在他妈妈移民到美国的那个时间点，我相信做这个决定，每一个人做移民的决定都是为了往更好的方式去生活，都是想过更好的日子啊，去做这个决定。所以，我相信他妈妈在移民的那个时间点上做这个决定，就是对他妈妈当时的那个时间、地点、人物来说，对他最有利的一个决定，所以他选择这个决定。那么谷爱凌在2019年选择加入中国国籍，其实对他个人来讲也算是一个移民啊，就是从一个美国人啊变成了一个中国国籍的一个人啊。所以在2019年这个时间点上，对于谷爱凌来讲，她做的这个选择，对她也是最有利的选择之一啊，否则她不会千里迢迢啊从美国啊移民到中国，代表中国队参加奥运会啊，最终夺得了金牌，无疑她是非常成功的啊。夺得金牌以后，你可以看到她很幸运啊，是时间比较早的获得了金牌。所以奥运会的时间长达10几20天啊，它将会有在这10几20天有一个超长的、不可想象的一个曝光时间
这是一般人没有办法获得的啊。即使你是明星上春晚，也就是那么几个小时，4-5个小时的一个曝光量啊。但是你可以想象，在奥运会这么长的10几天内，你要如果获得金牌啊，产生这么大的社会效应，你要达到多少一个曝光量啊？你可以一炮走红。他现在据说已经签了有，或者据说已经有20多个这种品牌找他去代言啊、拍广告啊等等啊，所以这将会给他个人带来非常大的商业利益啊。所以谷爱凌的母亲在若干年前移民到美国也罢，还是谷爱凌在2019年移民到中国也罢，这个决定对他们个人来讲都是非常成功的，啊，这个点是不可否认的啊。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啊，这个事实大家也要承认啊。所以给我们个人有什么启发呢？就是我在那个谷爱凌事件啊，为什么说明中国人应该移民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就是对于中国人的启发来说，中国人应该移民啊。为什么这样讲呢？如果谷爱凌的母亲在当时的时间点没有选择移民啊，谷爱凌今天就不会有这个成就啊。她从小生长的教育环境和受培训训练的条件也不会有今天这么好啊，也不会在美国享受这么好的教育和培训的环境啊。如果他母亲当时没有移民到美国，那他也不会是一个中美混血的孩子啊，不会以这样的身份出生，也不会以一个美国人的方式出生啊，更不可能移民到中国啊，也不可能带来这么大的社会效应啊。如果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，奥运健儿啊，中国土生土长的一个奥运冠军啊，他的社会影响力，他造成的社会的轰动的这个效应，以及他的外貌、形象等等，包括他的国际化、英语的流利程度，也不可能达到现在一个土生土长的一个 native speaker 的这个能力。所以这就支撑了我的观点啊，为什么中国人应该走出去，应该走向国际，面向国际啊，走到国际的竞争舞台啊去移民。那有的人啊会说，哎，那不对啊，那现在中国发展非常好啊，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红利啊，经济世界第2啊，那中国有很多机会啊，不一定非要移民到美国啊。那么这个呢，我觉得还是有点低了啊，有点低了啊。没错啊，没错，中国现在是世界第2大经济体，但是你不要忘了，美国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，至少在现在，美国还是世界第1大经济体。另外，美国这个国家它很特殊，由于它的政治体制，它是全世界各个阶层、各个领域精英汇集的地方啊，它是全世界的技术、科技、财富精英汇集的一个平台啊。美国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一个国家啊，它是一个全世界汇集了资源平台的一个国家，而且老天爷赏饭吃啊！美国的这个地理位置又是非常优越啊，三面环海啊，南北呢又无强敌，而且都是几乎是同样的 background 的背景的国家啊，所以美国这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又非常特殊，所以在短时间内啊，美国的这个区位的优势是没有办法被其他国家替代的啊，因此。如果你有条件能够选择移民啊，美国仍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移民的目的地啊。但是如果你没有办法选择移民到美国，由于现在的种种的原因啊，中美的关系、大环境等等，如果你能走向世界，走向至少比你现在生活的地方更有国际化的城市啊，比如说欧洲的一些国家啊，甚至是土耳其这样的国家，我觉得
从个人发展的角度来说，不见得是不好的。因为移民这个群体啊，即使再多，它相比于非移民的这个群体仍然是少数。我们在竞争的过程中啊，物以稀为贵啊。如果这个群体非常的稀缺，非常的少数，那么它产生一定的社会效应啊，就会非常的大啊，就会不一样啊。你可以想象，在中国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有10几亿，但是美国人啊，长着华人面孔或者是混血的面孔，又移民到中国的这个人啊，可以说是屈指可数啊，可以说屈指可数。所以我们在工作的时候啊，听过一句话叫"外来的和尚好念经"，这个就是一个没办法一个天生的优势啊。我看到网上还有一些视频啊，或者有一些评论会讲，谷爱凌的成功你是无法复制的。的确啊，谷爱凌的成功你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复制，但是谷爱凌的成功的方式，我相信可以作为我们普通人，我们在移民路上的普通人，可以作为一个借鉴。大家呢可以去思考思考啊。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内容呢，分享的内容呢，可能就到这里啊。我一直没有吃饭。最近有很多朋友联系我啊，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非常感谢大家支持。我也挺感谢这个 YouTube 这个平台啊，因为做自媒体大家知道，如果你做过自媒体啊，知道如果是在中国做一个自媒体人，是有点痛苦啊，有点痛苦啊。但是毕竟在 YouTube 上面啊，还是非常好的啊。我觉得这个环境来说，好很多啊，好很多。所以大家有时候看到我欲言又止啊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啊，希望大家可以理解。同样，大家有任何关于移民、欧洲移民、小国护照、身份规划、海外开户、土耳其身份啊，有任何的问题，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取得联系啊，跟我进行咨询，个案的咨询。那么我也会结合B Bro 和我自己的个人的经验，尽量去给大家一些建设性的意见，可以帮到大家。也希望大家在未来的移民的路上可以越走越顺，可以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目的地，在2022年可以心想事成，在移民的路上可以一路顺风。好了，今天我的一个短的这个临时的一个插播的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